你有没有想过，身为一位好的爵士鼓手，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？是良好的精准度，是稳定、流畅度、力道、姿势、速度，还是创意呢？我想这个答案因人而异，也不会只有一个。How to Drum Like 系列介绍国际爵士鼓大师与其背后创作的故事。如果你也喜欢打鼓，欢迎大家一起刷招刷起来，丰富你在爵士鼓演奏时的词汇哦。有没有遇过这个问题？在有自己空间练鼓之后，经常有一个困难，常常想要架设相机记录自己的练习或是编曲，却因为空间限制而绑手绑脚。Trilby 独有的 O2X 双臂球系列，让麦克风架除了可以当作灯架，也可以当作相机的脚架，解决过去因为空间而产生的障碍，省时省空间，终于可以花更多时间在创作更好的作品上面了。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点击下面的链接，了解更多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Drum Lab 台北，我是韦恩。如果你长期有在关注欧美的重型音乐的话，你可能有听过 Gojira 这个名字。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律动、创意、美学和力道兼具的鼓手 Makhil Duplantier， 看他打鼓真的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。那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在你演奏爵士鼓或是编曲的时候有些帮助，有更多的想法可以发挥。首先我会先介绍 Makhil 这位鼓手以及他的乐团 Gojira， 所以如果你单纯想要看技巧的话，可以跳转到这里哦。无论你平常没有接触到重型音乐这个类型，我都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先听听看 Gojira 这个乐团。2021年发的专辑 42 算是我近年来最喜欢的金属专辑之一。那组成于1996，他们近年来也活跃在各大的重型音乐季，举凡 Hellfest、Knotfest、Download Fest 以及 Rock in Rio 都看得到他们的踪影。去年他们和另外一支我也很喜欢的美国乐团 Deftones 一起巡演，今年也即将和另外一支很有名的叫做 Mastodon 的乐团一起巡演。从旋律与节奏律动、完美的契合度，都可以很明显的听得出来 Makhil 在乐团编曲有非常大的贡献。那在很多访谈里面 Makhil 也提到，在乐团编曲的时候，非常多歌曲是由爵士鼓的律动出发，进而编出来的。所以常常在听 Gojira 音乐的时候，我会有一种好像爵士鼓在演奏是一个旋律而非律动的感觉。那处处都可以体会到这位鼓手在编辑律动的创意表现。在网络上可以搜寻到许多 Makhil solo 的影片，不管是在舞台上还是单纯 solo 的影片，都不难看得出来 Makhil 在力道以及美学上的坚持。行云流水般的演奏，但是同时保有极大的动作。在其中他用了非常多线性的技巧，听起来好像非常复杂，但我们仔细去看的话，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安排，再用一些微小的变化去产生听觉上的一个丰富感以及情绪的起伏。在2016以及2021 Makhil 也2度获得英国爵士鼓杂志 Rhythm 年度最佳金属鼓手的荣耀。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， Makhil 其实不只是一位鼓手，他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艺术家。在他的官网大家可以去看看，有非常多他的作品。那有一系列也很有趣，他的作品是做在鼓皮上面的画作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他的官网看看，非常帅，也值得收藏起来哦。那对他来说，创作艺术和演奏爵士鼓其实都是同一件事，那就是自我表达的抒发。有些时候不一定要有一个目的，那在创作的方向，很多时候也是透过潜意识让这些事自然而然的发生，所以让他在创作的时候可以享受创作的当下。不过说到底，音乐其实本身就是一门艺术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剖析 Makhil Duplantier 的2段节奏，仔细来看他在爵士鼓上的艺术表达方式吧。OK， 在开始之前 Drum Lab 台北这个音乐平台主要是要分享爵士鼓相关的教学、访谈、器材 review 以及 drum cover， 所以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消息的话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
然后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任何资讯哦。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节奏呢，来自 Gojira 42这张专辑，其中一首歌叫做 Born for One Thing。刚刚前面有提到 Makio 其实在编曲的时候用了非常多线性的打法，那这里他是把线性的打法应用在他的节奏律动里面。我自己在练打点练习的时候，很喜欢把打点的练习节奏化。那其实这里 Makio 也是做一样的事情。比如说我们今天打一个简单的打点变化，右左右右左右左左，也就是 Paradiddle。右左右右左右左左，当然稳定度也很重要。没有鼓的时候，就是在打点板上面练习右左右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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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，然后在不同的速度上面去做变化。当然，如果今天大家在爵士鼓前面的话，就可以把这样子的练习律动化。那要怎么律动化？最简单就是把大鼓跟小鼓加进去，听起来就会像这样。右左右右左右左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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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比单纯在这样打来的有趣呢？当然，稳定度很重要，所以你还是要持续单纯练右左右右左左。只是如果是在鼓前面的话，有机会的话，你可以做的是像我们刚刚练的这种，把你在平常做的练习、做的打点律动化。这样子的话，就可以更有趣的在练习你平常在练的打点。当然，在家里还是要一直持续练习 Paradiddle 还有其他的 Rudiment 哦。OK， 回到 Born for One Thing 的这首歌。Makio 在编曲的时候，很常会是由 Rudiment 出发，把这样的 Rudiment 律动化，就像我刚刚举的 Paradiddle 这样子的方式。这次要讨论到的节奏又更加复杂，它除了 Paradiddle， 还有 Inverted Paradiddle， 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。那我们先听听看，如果我只有单纯有手，那我们是用慢速的方式来演奏的话，听起来像是这样。OK， 有没有听得一点不飒飒的感觉？所以跟之前的教学一样，我们试试看把它拆成两半。前半部听起来像是这样子，2、3、4。2、3、4。2、3、4，这样子。好，后半部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又遇到了左手开始的这个东西，听起来像是这样子。2、3、4。2、3、4。2、3、4，这样子。所以在练习的时候，很常有一个状况，就是太长了，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打到哪里了，打到第几点了。所以这时候左脚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，它可以提醒你4分或是8分的一个存在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试试看，之前小七老师在转够了有跟我们提到数拍的重要性。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试试看。再把你打的东西数出来，这样你自己会比较知道自己打到第几个点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1、1、1、2、3、4、1、1、1、2。
好，真的有点难，但借由一次一次的练习，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清楚每一个点的位置，知道这个左手、这个右手是在 1 2 3 4 1 and 2 and 3 and 4 的那一个点。挑战结束之后，让我们回到刚刚的节奏，所以我们把刚刚的 rudiment 再加上小鼓的重音。那这里的重音就是 1 2 3 4 1 2 3 4 1 2 3的3，那听起来会像是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下一步做的事就是把右手放在 ride 上。那 Mahio 这里演奏的方式，它是打在 ride 上面的 bell， 所以如果我们要把 bell 打得洪亮的话，记得不要用鼓棒的 tip 打，用 shoulder 这里，所以听起来的音色会是比较洪亮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试试看，把右手放在 bell 上面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差最后一步，就可以把这个节奏完整化了。所以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是把你大鼓加在每一个右手，所以听起来像是这样子。OK， 恭喜你，你已经学会第一个节奏了。那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再把这个节奏的速度再提升，然后把这个动作内化在你的身体里面，用肌肉的记忆训练，让你熟悉这组节奏在不同速度上面的变化。到最后，你就可以演奏出像 Mahio 在《Born for One Thing》这首歌演奏出的速度感以及张力哦。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Mahio 在他的 solo 8 bar 里面的这个节奏。OK， 我知道听起来很复杂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solo 的时候，我也是雾煞煞，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打什么。但是你要记得，抓歌的时候啊，最重要的是2个乐器，大鼓以及小鼓。只要可以搞清楚这2个乐器在这个律动之中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8九不离十可以抓出这个节奏主要的架构。那一开始我在听这个节奏的时候，最明显的就是听到它大鼓的这个律动。所以很明显的就听得出来，它是一个3循环的东西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家左脚踩在4分音符，听起来就会像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我听到的是小鼓是在每个节奏的3出现，所以听起来像是这样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这个节奏最难的地方，就是它的痛，还有那一个金属。所以我把它这个节奏放得非常非常慢来看，结果发现这个节奏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简单的线性律动。所以手的位置，它就是把每一个3中间的空白都塞满，所以听起来像是这样子。OK， 有练过线性节奏的朋友应该对这个不陌生。它的组合就是脚右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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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右左脚。
这样子单纯不过的一个变化。好，这样基本的雏形就出来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所有的手都放在 flow tone 上面，然后在每一个3，1、2、3打在小鼓上面，听起来像是这样子。好，这样我们就抓出这个节奏主要的架构。那对我来说，这个节奏最主要的精髓以及最有趣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右手会在 flow tone 以及那个金属上面去做引动。那因为我们没有这片金属，所以今天会用19寸的铜把来代替。所以当他在 flow tone 跟金属上面来回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会听不出来它的1到底在哪里，因为它没有很明确的一个 crash。跟大鼓对在一起，有一个1的感觉，所以当我们把右手移到 crash 上面，听起来像是这样子。是不是跟我刚刚提到的一样呢？它每个小节的1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，因为它有一个高频是在 EN 这个第2拍出现，所以它第1下的大鼓的那个界限就变得模糊了。那这个也就是我觉得 Makio 在编曲上面很有趣的一个点。首先我会把节奏拆成2半，因为跟前面的节奏一样，它是由2个小节去组成的。第1个小节听起来像是这样的。2、3、4， 2、3、4， 2、3、4， 2、3、4。OK， 那后半部听起来像是这样。2、3、4， 2、3、4， 2、3、4， 2、3、4。OK， 这样是不是就比较明显？右手是先开始在铜把，然后再回到 flow tone。第1个小节是从铜把开始，第2个小节是从 flow tone 开始，然后这样子交替的去做变化。所以我慢速的完整打一次，大家听听看。OK， 这样已经很有趣了，但是我在练的时候一直在想怎么让这个节奏更有趣。所以像前面我的示范，我把很多节奏的第1拍放在 bell 以及 crash 上面，所以第1个开头的 sticking 就会变得不一样。从脚右左脚，我会变成右左左脚，右左左脚。所以原本痛的位置，我是用左手来替代。然后第1下的重拍我就可以放在 bell 或是 crash 上面了，所以听起来像是这样。这样就可以交替在 Makio 原本的节奏听不出来1到底在哪里的一个律动，跟有一个1存在感的律动之间去做变化还有交替。我觉得这样子交替可以让整个律动的变化性变得更大。那再来就是我最后一段，除了右手移位之外，我左手也开始移位。所以顺序是从 flow tone 出发到 tone 1， 再回到小鼓，再回到 tone 1， 再回到 flow tone。所以第1个小节会变成这样子。2、3、4。
是不是它听起来又有一个旋律性的感觉？从低音到高音，再回到低音。好，第二段变成2、3、4，2、3、4，2、3、4，2、3、4。好，这里就是从中到低到高到低到中，所以这边左手又多了一个旋律性的变化，可以让整个律动的组合更加多元，听起来也会更丰富。OK， 没有想到吧？从这么单纯的一个线性节奏，脚右左脚右左这样子的变化，可以搞出这么多不一样的花样以及律动，所以爵士鼓是不是真的很有趣呢？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，那也希望今天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到你，让你在练习或是在编曲的时候有更多的想法。今天这个企划是与 Trialby 一起合作的影片。Trialby 是由尚俊代理，旗下品牌也有摄影相关配件的 Night Solution 这个品牌，提供声音以及摄影架设的全面解决方案。那如果你有相关需求的朋友，也欢迎点击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。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。如果你对爵士鼓相关主题有兴趣的话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加留言，支持 DrumLab Taipei 制作更多的深度内容主题。如果你不想错过更多，也欢迎到 DrumLab Taipei 的 Social Media， 我也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追踪起来才不会错过最新的资讯哦。我是韦恩，这里是 DrumLab Taipei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